一只猫突然抱紧了狗狗，它们宛如多年的挚友在一起嬉戏打闹，一猫一狗相互依偎，彼此取暖。两条流浪生命上演了街边暖心的一幕。这位大叔告诉我们，猫咪和狗狗都是被人遗弃的，他们在这个单元门口已经待了6个月了，而小猫每天都陪在狗狗身边，不管狗狗去到哪里，它都要跟在身后，就如同狗狗的影子一样，它们几乎时刻黏在一起。猫咪的胆子比较小，每当有人靠近时，它都会躲到一旁，但它并不会跑远。等到人们走后，它又会回到狗狗身边，陪伴朋友继续等待它的主人。可单元门口总是人来人往，猫咪总会跳到一旁暂时躲避，只有等到四周无人时，它才会跑回来。对于被抛弃，它们感同身受，同为被主人遗弃的经历让它们相遇，有一支光温暖着彼此的内心。一位热心的大姐见它们可怜，特意为2个小家伙做了个小窝，并且会经常投喂一些食物给它们。可即便有了温暖的房子，狗狗始终不分昼夜地守在单元门口，期待着有一天主人会来接自己回家。由于夜间的温度很低，好心的小哥想让狗狗回到窝里，于是便坐到了单元门口。狗狗回来时发现自己的位置被占了，它跑到小哥面前，满眼期待地恳求小哥能将位置还给自己。无奈的小哥只好起身离开。见小哥走后，狗狗马上跑了回去，或许只有在这里它才能安心的入睡，而它并不孤单。觅食完的猫咪很快就回来了，为了不打扰到狗狗休息，猫咪的每个动作都很小心，生怕将狗狗吵醒。随后它将头埋了进去。此时的深夜天气寒冷，但这一刻却散发着炙热的温暖和爱。它们依偎在一起度过了又一个寒冷的夜晚。第二天一早，它们就开始为自己清理卫生，接着就认真观察每一个进出的行人。附近邻居说，狗狗的主人半年前就搬走了，但并没有将它一起带走。而这只橘猫的主人是一位老奶奶，几个月前也住进了养老院。莫名的缘分让他们走到了一起。自从狗狗的主人搬走后，它每天都会待在这里等待着主人的出现，而这一等便是200多个日夜。然而它并不明白，这一切的等待都是徒劳。狗狗会仔细确认着每个路人的脸庞，可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在漫长的等待中，一只橘猫走进了它的世界。也许知道难以打消它对主人的思念，猫咪选择了无声的陪伴，至少它变得不再孤单了。附近经常会有好心的人们为它们送去食物，大家都希望猫咪和狗狗能更好的生存下去。可眼看着天气越来越冷，寒冷的冬季对于每一只流浪动物来说都是巨大的生存考验。如果没有人们的帮助，它们能否顺利熬过这个冬天呢？几天后，小区的居民们请来了救援队，救援人员在门前将渔网展开，只要他们进入网内就可以救援成功。此时猫咪和狗狗还没有发现异常，热心的大姐想通过食物来吸引它们的注意力，但狗狗的警惕性很高，它闻了闻地上的食物，并没有选择去吃，反而跑向了远处。而另一边的猫咪在大姐的不断吸引下顺利进入网内。此时人们都屏住了呼吸，下一秒猫咪被成功救援。看到这一幕的狗狗很是着急，它用力地叫了几声，似乎在告诉朋友自己会回来救它的。接下来整个下午，狗狗都没有在小区里出现过。它会回来吗？夜晚时，狗狗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。它小心翼翼地朝着单元门口走去，在仔细观察一番后，狗狗缓慢地走向了台阶。它四处张望，似乎在寻找着好朋友的身影。突然，救援人员收紧渔网，由于狗狗在渔网边缘，导致此次的救援失败了。大家连忙追了上去，但狗狗已经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。第二天清晨，救援队和小区居民用渔网将四周全部围了起来，防止它再次跑掉，并且救援队还将猫咪放在单元门口，大家相信它一定还会回来寻找猫咪的。当夜幕降临后，狗狗果然出现在了小区里。它先是警惕地环顾四周，确认周围安全后才朝着猫咪跑去。狗狗不断在猫咪周围转来转去，似乎在思考着营救朋友的办法。看见时机成熟，早已等候多时的救援人员围了上来。在众人共同的努力下，狗狗最终被成功救援。此时大家都开心地鼓起了掌。随后，猫咪和狗狗被送往了宠物医院。经过仔细的检查后，医生表示它们的身体状况良好。当然，这一切都离不开好心人士一直以来的关心和照顾。最后，希望猫咪和狗狗能遇见一个爱它们的主人。请不要轻易抛弃满眼都是你的小生命，如果遇见，请善待。狗狗满怀期待地朝上望去，这口10几米的深井已经将它困了3天，只因为犬吠了几声，原本流浪的狗狗就被扔进了井里。它精疲力竭地蜷缩在一块岩石上，此时眼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助。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，狗狗的体力已经完全透支，强烈的求生欲让它在水中拼命挣扎。可四面光滑的墙壁却看不见一丝生命的曙光，唯一凸起的岩石成了它活下去的希望。狗狗紧紧抱住那块希望之石，然而3天2夜的苦苦支撑已经让它耗尽了所有的力气。此时情况危急，救援已经刻不容缓。在做好安全措施后，救援队立刻前往坑内进行营救。陡峭的岩石让救援人员很难找到着力点，因此只能缓慢向下爬行。见到有人下来后，
聪明的狗狗立马朝着救援人员游了过来，仿佛它也明白小哥是来营救自己的。狗狗不吵也不闹，任由小哥将自己送进网内。这一刻，它知道自己得救了。随着绳索的缓缓上升，狗狗终于脱离了浸泡3天之久的苦海。很难想象它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支撑这么久的。也许是强烈的信念使它熬了过来，同时也为它带来了好运。最终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狗狗被成功营救了上来，大家悬着的心也跟着落下。随后，2位小哥带上狗狗，马不停蹄地前往动物救助站。半小时后，他们抵达了目的地。医生随即开始对狗狗进行初步检查。经过仔细观察后，发现狗狗的身体严重水肿，好在并没有明显的内伤。经过2天的治疗，狗狗的身体开始逐渐好转。这世上有一种美叫善良，不懂得爱护动物的人也不会懂得如何去爱人。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我是一只中国土狗，每天被一条铁链拴着，吃着一碗残羹剩饭。人们说我不配当宠物，脏丑见是多数人对我的印象。那些不如我的外国土狗，比如法国土狗泰迪、英国土狗柯基、日本土狗柴犬，却被你们精心的照顾着。它们吃着美味又昂贵的狗粮，住在豪华精致的大房子里，享受着主人的百般疼爱与呵护。但你们却不知道，这些所谓名贵的外国土狗，其实都是近亲繁殖的后代。它们不仅体弱多病，而且需要高额的费用来饲养，而我需要的仅是一碗剩饭。人们都称呼我为土狗，但却极少人知道我高贵的血统。我曾是秦始皇的半身兽犬，也被称之为国犬，而我的祖先是被驯服的东亚灰狼。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，我们已经陪伴中国人走过了上万年的历史。我凶猛勇敢，忠心护主，看家护院的本领早已深深刻在了骨子里。我从不挑剔，一碗剩饭就能让我心满意足。没有放在地上的食物我绝不会去碰，因为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。即便我很容易养活，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，人们还是慢慢的抛弃了我，导致我的很多兄弟姐妹都在街边流浪。人们更加喜欢那些撒娇卖萌的外国土狗，因为遛一条土狗是一件很丢人的事。人们给我起了个洋气的名字，中华田园犬。是的，从田园2个字就能看出，在高度城市化的今天，我已经不受城里人的欢迎了，只有乡村的田园还有我的一席之地。可你们知道吗？我的同类在国外却受到追捧和欢迎，甚至很多人愿意用数万元的价格买走我。在澳大利亚，我们被认为是顶级掠食者，与草原之狼齐名。为了防止我们捕猎羊群，当地更是耗费巨资修建了数千里的围栏。如此优秀的我们，却在逐步走向灭绝。难道我们真的如此不堪吗？贵贱高低本是人为定义，所以请放下对中国土狗的偏见吧，因为它真的很棒。小白是一只会寻宝的狗，只见它四处在海边搜寻着什么，没一会儿就叼着一个大宝贝跑了回来。凭借着独特的本领，小白成功让主人开豪车住别墅。主人告诉我们，小白的智商很高，每次退潮后他都会带着狗狗来到海边，而小白也十分专业，他总是能准确的找到宝物。只见他踉踉跄跄的走进水里，在水里扒拉几下就一头扎了进去，叼起一只大宝贝，转头就跑上了岸。仔细一看，原来宝物竟是个大海参。要知道，海参被称为8大珍宝之一，许多人都用它来进行滋补。这种好东西可并不好找，然而狗狗却可以轻松的找到。主人说，每次带小白来海边，他都会带上一个罐子，基本用不上半小时，罐子就会被装满。而他似乎也很喜欢寻宝的工作，普通人难以发现的海参，对于小白来说却是小菜一碟。却不，转眼间的功夫，狗狗又找到一只。就在大家称赞小白的寻宝技能时，狗狗却叼了一块石头跑了回来。难不成狗子也会有失误的时候？下一秒，经过清洗的石头秒变大海参。看来小白寻宝的实力果然不一般。主人抱着狗狗笑着说，小白几乎从未出现过失误，可大家表示不服，于是找来一真一假的海参对小白进行考验。外形上不能说一模一样，简直是毫无差别。为了迷惑狗狗，小哥还将两者的气味进行充分融合。随着主人的一声令下，小白直奔海参而去。狗子的前爪不断在水里扒拉着假海参，本以为他就要上套了，可当小白碰到真海参时，却毫不犹豫地叼了上来。看来想要骗到狗子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主人激动地炫耀起了自家的狗狗，看看我说的没错吧？就这点小小的把戏也想迷惑我家的小白？你们这群老六还真是有些可爱。狗子独特的寻宝技能让专家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单靠嗅觉并不能准确地找到海参，还需要触觉和记忆力进行综合分析判断。看似简单的行为，却需要狗狗有极高的智商。主人告诉我们，小白曾经是一只流浪狗，当初自己看它可怜，便将它收养在家中。可狗狗为什么会喜欢找海参呢？原来主人之前经常来海边找海参钓鱼，狗狗看到找到海参的主人非常开心，为了感谢主人的收留，于是小白就开启了探宝模式。每回主人都会将狗狗找到的海参分享给他，但小白却不喜欢吃，也许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行为来报答主人。小白不仅为家庭带来了欢乐，同时也给主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即使是不同物种之间仍能感知彼此的善意和友爱，或许这便是善良的回馈。